白，开门！别躲在里面不吭声，我知道你在家。来了来了，王婶儿，别砸了，门要坏了。这都几号了？300块钱房租拖了半个月，电脑天天敲到半夜，能敲出收入吗？王婶，再宽限3天行不行？下个月我这本小说拿到全勤奖，连本带利一起给您。我可不信这套说辞，上个月你也是这么说的。看看你这屋子，气味难闻得很，天天吃泡面，连根火腿糖都不加，还想靠写文谋生，实在不成器。城中村就属你最不上进。最后警告你，明晚8点前交不上钱，带着你的破烂自生自灭。喂，曼曼，别叫得这么生疏虚伪。上个月说好还给我的那1.5万，凑齐了吗？那笔钱是你执意买奢侈品套现的，怎么反倒证成我欠你的了？你算什么男人？耽误我3年青春，1.5万过分吗？继续耗在写小说上虚度光阴吧。明早12点见不到钱，我直接去老家找你爸妈说理。喂，李曼，别去打扰我爸妈。1.5万，我去哪儿凑这1.5万？没担当，不上进，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3年了，连李曼都觉得我不务正业离开了，旁人都说这是旧货市场的破烂。可是，只有我知道它绝非寻常，这是失传的上古能量纹路。老李，快看天上！医生，紫色的光！快拍短视频！插播新闻：市上空突发空间异象，气象局张教授表示是强太阳磁。张教授根本不懂，这是异次元空间裂隙被强行撕开了，终于还是来了。怎么回事？这页明明是空白的，文字：乳汁寿数尚余30年，够否？30年机缘底蕴，30年时间，足以让我扛起守护城市、抵御外界危机的重任，足够了。快跑啊！怪物异界异兽进村了！我的孩子，谁看到我的孩子了？我必须赶在之前将这本书送到。你疯了吗？往回跑！市中心天上落下巨型异兽，见人就攻击！松手！异界异兽终于现世了。2排，火力压制，别让异兽突破防线。换穿甲弹，瞄准他的要害部位攻击。神罚降临，万物归虚。报告队长，穿甲弹杀伤力有限，导弹击中他的躯干，但是他拥有超强自愈能力。躯体能够快速重组复原。我就不信没有能击溃他的办法。RPG， 直击他的能量核心。打中要害了！大家别盲目乐观，看清楚，这是异界吞噬型异兽饕餮，常规物理攻击不仅杀不死它，爆炸产生的动能与热量反而会被它吸收转化为自愈能量。普通民众，谁让你擅自闯入危险警戒线的？外围安保是干什么吃的？放开我！你们的常规武器根本无法彻底灭杀他，再这样持续强攻，只会让他不断吸收能量变强，整个市中心都会陷入险境。闭嘴！你一个普通年轻人，懂什么战术作战？小顾，把这个莽撞冲动的年轻人控制住，送到后方防空洞避险，别在这里添乱。队长，等等。队长，你看他手中的古籍。
一本旧古籍有什么特别？我操，这东西居然在自发发光！你是什么人？这本古籍从何而来？你怎么知晓这头异兽名为饕餮，还清楚它的能力特性？我的身份不重要，你们只需知道，饕餮是高维异械的能量吞噬体，炮火爆炸产生的所有能量都会被它全盘吸收，化为己用。刚才那一发 RPG 只会加速它的进化变强，纯属无稽之谈。不靠现代化军备火力，难道指望你手里这本发光古籍凭空解决危机吗？就是靠它，还有我觉醒的先天灵能。你真是太固执了。队长，快看前方！不，怎么会有这种离谱的能力？都让开！你要做什么？快回来，太危险了！30年灵能寿元底蕴，足以让我催动古籍之力，施展炎灵秘术。沈金白，你的头发瞬间变白了，快停下！过度透支灵能会重创自身根基。别过来！赵队长，拦住他！想要守住城市防线，立刻带我去大楼天台，快！赵荣，全员就地掩护，护送这位先生前往天台，动作要快。你到底在动用什么力量？随身生命监测显示，你短短片刻，身体机能直接衰老了近10岁。沈金白，你不能再继续强行催动灵能了。衰老10岁吗？哼，不过如此。为了拦下这头异兽，守护整座城市，这点透支代价，我承担得起。沈继白，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出手？只要能击溃异兽，我们全队全力配合你。不需要你们冒险，静静看着就好。蒹葭草，白露为霜。零下20度，零下30度，温度还在持续下降。这完全违背常规气象与物理定律，是灵能引发的领域异象。快看异兽的周身！斩！消散。我们成功击溃异兽了。沈金白，沈金白，队长，立刻调度医疗直升机。他灵力透支过重，身体机能已经衰退到60岁老人的状态。汝透支灵能一战，剩余机缘底蕴尚余20年，仅仅催动这一次秘术，便耗尽了我10年的灵能根基。各位对此事有什么看法？他是天生的灵能觉醒者，也是极具变数的特殊存在。这种强大的异能力量，必须由国家统一管控收纳。我建议启动特殊人才收纳预案，将他纳入官方管控体系，成为特殊战力。他是守护城市的英雄，没有他挺身而出，市中心早已沦为一片废墟。英雄不假，但他的力量无法精准掌控，且每次动用都会透支自身根基。与其放任自由消耗，不如纳入基地系统培养管控，更稳妥也更能发挥价值。被当成可控战力了吗？
第2道异界裂腹将于72小时后再度开启。这一次降临的异兽不止一头，更凶险的是，一旦生拥有高等智慧能与人言的异兽统领，72小时，我仅剩的灵能底蕴还能支撑我催动几次古籍之力，守护这片土地，护这片土地。李建国，你今天要是敢把人带走，我这身军装就算白穿，也绝不会让你得逞。赵队长，请注意你的身份和纪律，这是最高统帅部的决议。沈继白现在是国家最高级别的特殊战力，他能引动绝对灵度，能击溃异界异兽。这种强大的异能力力量，如果不进行规范管控和研究，你知道会带来多大的不可控风险吗？你简直不可理喻！特殊战力，他咳出暗红液体倒在天台上的时候，你正躲在地下800米的防空洞里安享舒适。他透支10年灵能根基救了半座城，你现在却要把他当成实验品锁起来。赵人，让开！他不是普通民众，他是拥有毁天灭地力量的，特殊存在。为了全人类的安全，牺牲他个人的自由，甚至付出一定代价，都是必要的考量。李主任，根据特别行动法第7条，沈继白目前属于我们小队的临时编外成员，没有统帅部的正式红头文件，你无权强行收容。再往前一步，我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你敢拿枪指着我？你以为你们真的护得了他？开门！别吵了。沈继白，你别怕，今天有我在，谁也带不走你。没关系，赵队，你想把我当成可控战力，这是你的荣幸，也是你应尽的责任。只要你配合研究交出这本能量古籍，军方会给你提供全世界最好的医疗条件，甚至能想办法修复你的灵能根基。好啊，书在这儿，你拿去翻开试试。不过我得提醒你，李主任，催动这本古籍需要强大的灵能底蕴支撑，就你这缺乏灵能的体质，恐怕连半夜都翻不开，反而会被古籍的能量反噬，伤及自身。带他去0号档案室，我要让他彻底认清现实。你敢轻易触碰这股力量吗？带他来这里干什么？让他知道，他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守护者。你以为今晚的异界裂缝是地球上第一次出现吗？60年前，西北大漠，天空裂开了一道红色的缝隙，一只代号为穷奇的异兽降临。当时，军方出动了一个最精锐的机械化步兵师。结果呢？全军覆没。结果呢？全军覆没。3万将士，连同所有的重型武器，在3个小时内被异兽重创殆尽。就在高层准备启动终极防御预案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那个人用古籍的能量平息了那场灾难，把穷奇重新封印回了异界裂隙，但他付出的代价是灵情耗尽，当场陨落。沈继白，这就是你们这些持书人的宿命。你以为你能活多久？只有接受我们的全面管控，你才有一线生机。望舒，顾念安，退下，这是绝密档案。闭嘴！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名字会出现在60年前的档案里？顾念安，你冷静，放下枪！别碰我！你说话！你们一直告诉我，我父亲顾望舒是死于西南边境的毒贩火拼，他是个缉毒英雄。为什么他会英雄？为什么他会出现在60年前的绝密档案里？顾念安，你今年多少岁？26岁，这和年龄有什么关系？26岁，60年前，一个男人平息了灾难，34年前你出生了。你什么意思？
顾队长，你难道从来没有怀疑过你这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你那冷静到近乎极致的性格，真的是普通人类该有的吗？你父亲当年催动古籍，透支了所有的灵能，甚至透支了自身的生命能量。你根本就不是自然孕育的生命，你是他在灵气耗尽前用古的能量自结合自身基因，硬生生培育出来的后代。不可能，这不可能！沈继白，你说话啊！你手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是不是认识他？我父亲当年经历了什么？他现在到底在哪儿？他没有死在边境，也没有彻底陨落，你父亲，他的灵能意识被封印在了这本古籍里。你胡说八道什么？一本书，一个人的灵能意识，怎么可能被封印在一本书里？放手！顾队长，你不是一直好奇这书的材质吗？你仔细看看，这上面的纹路到底是什么？这是能量纹路，这不是普通的古籍。不仅是能量纹路，李主任，你们军方把我们叫做持书人，但其实在古代，我们有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尸官。尸官？这和顾望舒有什么关系？关系重大。这根本不是什么天降神物，这是上古文明遗留的能量封印载体。千百年来，每当异界异兽试图撕裂空间降临，就会有一位尸官站出来。试图撕裂空间降临，就会有一位尸官站出来。我们没有通天的法术，只能以自己的灵能为引，以自身能量为媒介，以意识为纽带，强行催动古籍的规则之力，去镇压高维度的入侵。60年前，穷奇降临，你父亲顾望舒知道，凭他剩下的灵能，根本不足以彻底封印那只异兽。他做了什么？所以，他做了一个最决绝的选择。他献上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肉体和大部分灵能意识。他把自己的残余灵能意识封印在了这本能量古籍的第47页，用他最后的生命能量结合自身基因，将你培育出来，留在了这个世界上。而他的意识则永远被禁锢在这本书里，成为了封印的一部分，持续压制着异界缝隙的能量。不，这不是真的。你不信？摸摸它，摸摸它。第47页。安安，别哭，爸爸在。爸爸一直都在看着你长大。别碰了。沈继白，你把书给我，你让我再听听他的声音。他只剩下一缕残存的灵能意识，你每触碰一次，他的意识就会消散一分，连封印的力量都会随之减弱。够了，太完美了！灵能意识封印，沈继白，只要你配合我们解析这本古籍能量原理，我们就能复制这种力量，全人类就得救了。解析？你可以试试，只要你敢破坏书页的能量纹路，60年来封印在里面的所有异界能量会瞬间冲破束缚，把这座基地变成人间电运。怎么回事？不是说还有72小时吗？不是说还有72小时吗？李主任，赵队预测出错了，异界裂缝提前开启了，而且什么？快说！而且不止一道，京海市、临江市、北城区天空同时出现了3道超过1000米的 S 级裂隙，卫星监测到有3只体型超过200米的外界异兽正在降临，常规武器防御已经被瞬间捅破，伤亡无法估算。3只，完了，全完了，来不及了！快，启动地下掩体最高防御，把所有高层转移到最底层！快！你糊涂！上面有几千万老百姓，你让我们躲在地下当缩头乌龟，那你能怎么办？那是3只 S 级异兽，连终极防御武器都未必能同时击溃他们。除了坚守地下，我们还能干什么？
三只啊！沈继白，你还能再催动一次古籍之力吗？催动古籍之力，一次催动3片古律，我还剩20年灵能底蕴，用完之后恐怕撑不过明天早上。不知何时站起，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攥住沈继白手腕。不许去！沈继白，你疯了吗？一次催动3片古律，你会像我爸一样临交耗尽而陨落？你以为你是谁？救世主吗？临交耗尽而陨落，你以为你是谁？救世主吗？松手！我不松！军方有终极防御武器，有精锐部队，凭什么要拿你的灵能底蕴去填那个窟窿？顾队长，你清醒一点，常规武器连1只饕餮都无法彻底击溃，现在是3只 S 级异兽，如果我不去，京海、临江、北城加起来4500万民众，今晚全都会变成异兽的能量网量。赵队，直升机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亲自给你当驾驶员。顾念安，跟上！如果沈兄弟今天出事，我们就陪他一起守护这座城。沈兄弟，前面就是京海市，雷达显示整个城市被紫色的高腐蚀性能量迷雾覆盖了。地面装甲部队刚冲进去，连人带车5秒钟就被控时殆尽，那是迷雾型异兽。顾念安，接通军方的全程广播频段，把我的声音传下去。接通了，全程都能听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散了，雾散了，异兽被能量火焰击溃了。沈继白，你的脸，你的眼角，你的眼角，皱纹越来越深了。别管我，赵任，去临江，快！临江市告急，成千上万只兽群型异兽正在冲击避难所，防线要破了，请求支援！开舱门！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沈继白，够了，真的够了！你现在的样子，你看起来已经40多岁了，再催动，估计你的灵能会彻底耗尽的。还有北城。赵队，返航！我命令你返航！带我去。我不能返航，北城还有1000万人。沈兄弟，我替那1000万人谢谢你。7月流火，9月授业。沈继白！这才2天，刚刚过完28岁生日，这就变成40多岁的中年人了。汝之灵能底蕴，
尚余5年，5年，用23年的灵能底蕴，换了3座城市的安宁，值了。沈兄弟，你醒了！沈兄弟，你醒了！你现在全网都在歌颂你，老百姓都在叫你诗经战神。战神，虚名罢了。我还能支撑5年，云芳现在打算怎么处置我？沈继白，你先看看这个。云芳还没表态，但网络上出事了。这个拥有千万粉丝的知名大 V 理性之光发帖造谣，说你念谷里召唤陨石是一场晕方联合演员精心策划的惊天骗局。他贴了对比照，说晕方连替身都不走心，找了个40多岁的大叔当替身，包装成灵能透支，要求立刻调查你，骂你是诈骗犯小丑。评论区风向彻底失控，全在恶毒谩骂，要求你说明真相。沈继白，你别生气，我已经向统帅部申请全网封号了。这群键盘麻根本不知道你付出了什么。封号？不，为什么要封？赵队，帮我办件事，给我注册一个账号，认证就写被账号，认证就写被质疑的沈继白。我要开全网直播，他们不是想看真相吗？我亲自给他们看个够。来不及了，沈继白，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网络舆论风暴吗？你听听这个。大家好，我是沈继白的前女友，我今天站出来，就是不想让网友们再被这个人蒙蔽了。什么诗经战神，什么守护世间的英雄，全都是假的。他就是一个大学没能顺利毕业、早早离校的普通人。这3年他住城中村出租屋，连开销都难以维持，还向我借过1万5，迟迟未还，是个毫无担当的人。一个靠4处周转度日的普通人，怎么可能突然化身强者？这背后绝对有幕后势力在刻意炒作造势，他只是被推出来的棋子，简直是颠倒黑白，胡乱污蔑。这个女人到底在哪儿？沈兄弟拼尽一切守护众人的时候，他冷眼旁观，如今有什么资格凭空造谣抹黑？赵队，你冷静点，你只针对一个李曼根本没用。冷静点，你只针对一个李曼根本没用。现在全网都被带偏了风向，你们再看这个。朋友们、家人们，我是林玉波。我知道昨晚的异象场面十分震撼，但请大家用理性好好想一想，这一切真的符合自然规律吗？真相只有一个，昨晚所谓的灾难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编排的特效造势事件。有人刻意制造混乱异象，又推出沈继白这样履历平平的普通人包装成救世者。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制造全民恐慌，借机掌控舆论。我们要知道真相，不被虚假舆论蒙蔽。我绝不会这个搬弄是非的人，不管他有多少粉丝影响力，我就算承担所有后果，也要揭穿他这番妖言惑众的言论。站住！沈兄弟，你能忍，我忍不了。你为了守护无数陌生人拼了半条命，现在反被无端指责，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是啊，沈继白，为什么你一点都不恼怒？他们肆意抹黑你的过往，你怎么还能这般平静？恼怒又能改变什么？赵队，你现在冲动去找林路明对峙，明天全网就会传言有人心虚遮掩，刻意打压不同声音。那我们就束手无策，任由这些人凭空往你身上泼脏水吗？反倒正好落入对方圈套。这波舆论抹黑背后绝非普通人在操纵。赵队，我之前拜托你去城中村旧书店查找的东西找到了吗？一时气昏了头，差点忘了，已经找到了。沈兄弟，实在抱歉，那片老城区遭遇异兽冲击，旧书店也坍塌损毁了。我们挖开废墟搜救时，周老先生他没能躲过这场灾祸，我们只从残存保险柜里找出了这个铁盒。沈继白，我没事。这是什么？沈继白，信上写了什么？是周老先生给你的关键线索吗？林路萌，我终于明白这位大博主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刻意煽动舆论了。为什么？难道他是被别有用心之人收买？不，他根本就不是寻常人类。什么意思？念出来。白儿，
当你读到这封信时，他已经降临世间，并非异魔作祟，而是异魔背后的主宰。他通晓人言，擅长伪装共情，会用世人最信赖的方式，一步步摧毁所有人。用世人最信赖的方式，到底何为最信赖的方式？是防御力量？到底何为最信赖的方式？是防御力量，还是另有图谋？是言语，是文字舆论，是大众心声，是人们陷入恐慌时最愿意听信的虚假希望。怎么回事？难道内部通系统遭遇入侵了？不对，不是入侵操控，是全球紧急特别会议的现场直播，全网全球同步推送。放下武器吧，地球的各位朋友，我并非你们的敌人，我是前来终结域纷争、带来安稳的调停者。你究竟是谁？立刻勒令异兽停止肆虐！纠正，他们是世间清道夫，不过我确实有能力让他们退去，只要答应我一个微不足道的条件。我想要的是你们这方文明中所有文字与典籍蕴含的本源力量。只要交出文字本源，异兽就会永久撤离。别答应，这是致命陷阱！沈基白，你别激动，只是交出文字本源保管，若能换来安激动，只是交出文字本源保管，若能换来安稳，总好过文明覆灭啊！太过天真，顾念安，你根本不懂文字对文明的意义。文字是一个文明的根基血脉，失去文字，何以记录历史？何以传承记忆？又何以恪守道义底线，遵循规则？他根本不是善意调停者，他是以吞噬文明文字本源为食的高维异类。一旦本源被抽离，所有人的认知都会崩塌，丧失理智，褪去人性，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的文明覆灭。赵荣，告诉我会议中心位置，立刻带我过去。沈兄弟，你别冲动，你本就只剩数年寿元，怎能再强行耗费元气？数年寿元又如何？若任由他们签下约定，整个人类文明撑不过明日。立刻带我过去，这是唯一的出路。好，顾念安，立刻备车，全速赶往会议中心。特殊行动组赵荣，执行特级紧急要务，即刻放行。签下名字，世间便再无纷争。签下名字，世间便再无纷争。把笔放下！哦，我当是谁？原来是世间最后一位师官传承者。你认得我？60年前，你的先辈顾望舒以修为为代价逼退我，可惜先辈已逝，而我再度归来。寻常物理兵器根本伤不到我分毫，高维空间禁锢之力，那个林路明煽动舆论，看着世人诋毁自己，你应该很不好受吧？只需拨动言语，人类便会亲手将英雄推入深渊。费尽心思造势，说到底不过是忌惮我手中这本古籍。忌惮？不，我只有满心期待。你体内流淌的诗经凝聚着最纯粹的文字本源，将你彻底炼化。诗经凝聚着最纯粹的文字本源，将你彻底炼化吞噬，这世间的文字文明便会彻底崩塌。想要一试，尽管来。指尖控制不住的颤抖，并非畏惧，而是我这寿元无几的身躯正在本能抗拒古籍那足以瞬间抽空元气的强大力量。不必强行挣扎了，沈基白，你如今的身体早已元气枯虚，千疮百孔。你究竟是什么东西？强行催动古籍本源力量，只会透支仅剩的寿元，加速自身陨落。我的存亡，还轮不到你这依附外物生存的异类智慧！大灭！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命弥长，阴间不远。成功困住他了，沈兄弟太厉害了，借着古籍之力，牢牢镇住这异类。
别太过乐观，他根本没有半分挣扎之意。句式规整，对仗有序，还蕴藏着厚重的岁月沉淀与文明气息，实在太过难得。不愧是华夏最古老的诗歌典籍，这文字本源的纯粹程度，着实让人动心。这不可能！你竟能吸纳这镇守之力？算不上吸纳，只能说是解解同化。言语文字本就是我本源的一部分，你用文字镇压我，如同以杯水扑火。沈继白，你实在太过天真，简直可恶！我绝不会任由你肆意妄为！世俗物理攻击，终究只是徒劳。看来方才这点试探不足以让你们认清维度差距，那我便让你们亲眼见证，当一方文明彻底失去文字认知时，会是何等凄惨。这是什么声音？完全听不懂，透着一股莫名的诡异感。是早已覆灭的远古异域语言，这是他的本源秘术，能干扰世人认知。快凝神，稳住心神。虫子，好多黑色小虫，枝上爬满了小虫，太吓人了！秘书长先生，您怎么了？哪有什么虫子？这些弯弯曲曲的纹路是什么？为什么？我完全看不懂了。赵队，念安，你们还好吗？赵人，清醒一点。沈兄弟，什么是文字？这些交错的纹路到底代表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就连我自己的名字都渐渐模糊记不清了。在这死寂的幽闭空间里，他的世界只剩下自己急促的呼吸声与那把冰冷的枪，只是陌生的图案，完全看不懂。看到了吗，沈继白？文字是你们认知世界传承文明的根本，失去文字认知，你们连自我身份都无法定义。今日只是小小的警示，我仅仅抹除了这间会场众人的文字认知。我给你7天时间，7天之后，我便会引动诗经本源之力，借着承载文明的典籍，彻底终结这方世间所有生灵。沈兄弟，沈继白，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不认识字了？那种感觉就像脑子被生生抽走了一部分记忆。他暂时剥夺了你们对文字的认知，这还只是他的一个念头。那我们该怎么办？常规武器伤不到他。如果7天后他真的用窃取的诗经原力发动维度冲击，全人类都会失去文之无诗的混沌状，连你吟诵诗篇的力量都会被他解构吸收，这简直是个死局啊！不，也许还有办法。沈继白，让我父亲的残魂出来，他60年前能逼退炎灵，一定知道他的弱点。你疯了！你父亲只剩下一缕残魂，强行唤醒他，他会彻底消散在世间的。如果人类都灭绝了，留着一缕残魂有什么意义？沈继白，我比你更舍不得他，但他是军人，我也是，守护人类本就是我们父女俩的使命。翻开他！顾前辈，顾前辈，我听到了，白儿、安安，你们受苦了。爸，炎灵来了，沈继白的寿元所剩无几，他的诗篇对炎灵无效，我们该怎么办？难道人类真的没有希望了吗？无效是正常的，炎灵是语言的吞噬者，305天。那您当年是怎么逼退他的？我没有赢，我只是耗尽修为，让他暂时无法吞噬更多元力，换来了60年的安稳。什么意思？历代诗官传下来的不就是305篇吗？不，还有一篇，那是历代诗官以命相传，却从未有人能完整吟诵的中昌，失落的第306篇。第306篇，它在哪儿？写的是什么？它不在书里，它本就是一张白纸。前305篇写的是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礼乐征法，是文明的印记；而这第306篇需要写的是人，是人类的意志。对，炎灵能吞噬固定的文字，但它吞噬不了人类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最原始的求生机制。白儿，
你必须在7天内没有固定的字句，他的笔墨让全世界的人与你产生信念共鸣。只有汇聚几十亿人的意志。安安，爸爸不能陪你了，你要好好活下去，守住这份希望。爸，你别走，你把话说清楚，哥哥才能共鸣。爸，万民之声，信念共鸣。现在全网都在误解我，指责我是骗子。林路明那个傀儡把舆论搅得天翻地覆，我拿什么去让全世界的人跟我共鸣？谁？大哥哥，这个老爷爷他没有走，他只是变成了光，守护着我们。别紧张，赵队，是小满。小满，你怎么会在这儿？旧书店塌了，周老先生他是那个满脸刀疤的叔叔把我从废墟里救出来的。大哥哥，你怀里的书在难过，它里面的字都很虚弱。你说什么？我说它里面的字都很虚弱。你说什么？我说那些字在难过，在求救。我以前什么都看不见，但书店塌了的那天晚上，天上亮起紫光后，我就能感知到它们了。这个字是火，它现在很虚弱，像快要熄灭的火苗。那个字是山，它缺了一部分，很疼。大哥哥，他们说他们需要大家一起呼唤，才能把那个穿白衣服的坏人赶跑。你能感知到文字的本源？炎灵降临，维度的界限被打破，普通人的精神受到冲击，有些人觉醒了特殊的感知能力。赵队，沈兄弟，你说要我干什么？老子这条命早就交给你了。去准备全球直播的设备最高权限。可是你的身体，用我这是要用残存的信念后饮食累于殆尽。可是你本就寿元无多，你会被那股庞大力量透支殆尽。这笔买卖很划算。大哥哥，小满，你能感知到字的本源，你天生就是能承接这份使命的人。如果7天后感知到字的本源，你天生就是能承接这份使命的人。如果7天后我没能回来，这本书以后就是你的了。不，我不要，大哥哥你别离开我。你就是下一任师官，守护好文字，守护好人类文明。小满不要输，小满要你活着。警报！最高级别警报！异空间裂隙再次扩大。他开始吞噬文明原力了，末日进入了倒计时。交出沈继白，交出邪物，他才是灾难的源头，把他交出来，危机就会解除。不要怎么回事？外面怎么会有平民聚集？是林路明那个傀儡。家人们，我冒死拿到了内部监控，大家看清楚了，那位白衣使者是来谈判求和的，是沈继白这个自私之徒为了保邪书主动攻击了使者。只要把沈继白交出去，烧掉邪书，白衣使者就会原谅我们。一派胡言！老子去揭穿这个骗子的真面目，让这些被蒙蔽的人清醒过来。赵队，别冲动，外面是几万名被煽动的平民。过来！赵队，别冲动，外面是几万名被煽动的平民，一旦发生冲突，只会更多伤亡。而且，你看这个，统帅部刚刚下达的紧急指令。这帮糊涂蛋，研究分析，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本古籍的重要性。赵队长、顾队长，请执行统帅部指令，交出古籍。执行个屁！沈兄弟拼尽全力守护全人类，你们现在要把他当成威胁处置。赵仁，我绝不允许！你敢违抗军令？这军令我不接。顾念安，带沈兄弟和小满走，我来断后。赵队，快走吧！再不走，所有人都走不了了。走。大哥哥，你的头发，你的脸，怎么变得这么苍老？怎么变得苍老，像老周爷爷一样了？别哭，大哥哥时间不多了，趁我现在还能说话，我教你认这上面的字。我不学，我不要你变老，我不要你离开我。第一个字风，是自由，也是守护。沈继白，我们去哪儿？统帅部发了通缉令，全网搜捕。
我们被当成了人类的叛徒，哪里还有容身之所？炎灵在吞噬文明原力第306篇，万民之声。如果全人类都把我当成了恶魔，被谎言蒙蔽，我拿什么去共鸣？都把我当成了恶魔，被谎言蒙蔽，我拿什么去共鸣？他们愚昧可恨，但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会恐惧被左右，却也会在认清真相后爆发出无尽力量的人。我明白了，顾前辈，我终于懂了。沈继白，你笑什么？你别吓我！念安，掉头！你疯了！全城的人都在搜捕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我知道，我想到了第306篇怎么写。我要回到那座城市的正中心，我要在炎魂的注视下，给全人类写下这最后一篇的开篇。你到底想干什么？什么叫在他的注视下写下最后一篇的开篇？你是不是想拼命？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很简单，第306篇需要万民共鸣。可现在全人类都被林路明煽动，把我当成了恶魔，把白衣青年当成了救世者，他们怎么可能跟我共鸣？所以呢？所以，我必须让他们亲眼看到真相。我要主动走到他面前，让他当着全世界的面试图吞噬我。你疯了！你会被他彻底吞噬的！你知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东西？那是高维异类，被他吞噬，你的本源会彻底消散，连一丝痕迹都留不下来。我知道，但这是唯一的方法。他在吞噬尸棺本源力量的时候，他的伪装会短暂失效，古籍会把他真实的以人类文明为吃食的丑恶形态投射到每一个人的脑海里，让他们看清真相。只有当全人类陷入极致的警醒，看到那个所谓的救世主正在啃食他们的文明时，他们才会真正醒悟。到那时，小满，就看你的了。我……对，当所有人看清真相的那一刻，就是共鸣的契机。我会用我最后的力量念出真第306篇的开头，唤醒所有人的意志。你要做的就是带着这本书，引导那些觉醒的、看清真相的人，跟我一起念完它，凝聚起万民的力量。可是大哥哥，你会消失的。沈继白，我不同意，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统帅部那些人不是在研究对抗他的武器吗？我们再等等，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没时间了，念安，他已经等不及了。7天，那是他骗我们的。他现在就要把这座城里的文明原力全部吞噬。掉头吧。我不，我绝不带你去白白牺牲。我宁愿我们一起躲起来，哪怕只有最后几天，也不想看着你消失。别开枪，自己人。妈的，那帮内卫下手真狠，老子装晕才逃出来，顺着你们的轮胎印儿追了整整10里地。赵队，你怎么样？快让我给你包扎。别管我了。沈兄弟，你刚才说的话，我在后备箱里都听到了。赵队，你劝劝他，求你了。赵柔，顾念安，闭嘴！你以为我想让他去冒险吗？可是如果他不去，我们所有人，连同这座城，都会变成那怪物的口粮。沈兄弟，他是守护者，和我们一样，肩负着守护人类的使命。我不是军人，我只是个写小说的。不，你是。从你翻开那本书，拼尽全力救下第一座城的时候，你就是了。你是比我们更合格的守护者。掉头！老子亲自给你开车，送你去最高的地方，完成你的使命。大哥哥，
这本书交给你了，记住我教你的字，记住文字的力量。如果有一天你忘了我长什么样，就摸摸这本书，它会告诉你，我一直都在。我不要当士官，我只要大哥哥活着，只要大哥哥活着。你来了。是啊，我来了。我以为你会躲起来，像只困兽一样等待终局的降临。不过你主动送上门来，倒是省了我不少麻烦。你不是想要我体内的元力吗？来呀，拿走它！诸位，我叫沈继白。接下来你们看到的一切，请记住，然后跟我一起念。你别再胡说八道了！怎么，想留下最后的遗言？就算你喊到声嘶力竭，那些普通民众也只会把你当成无理取闹。如今在他们眼中，我就是拯救世间的守护者。是不是守护者？守护者，撕开虚假渺象便能看清。硕鼠，无食我黍，3岁惯女，莫我肯顾。本源之力粗浅微弱，倒也勉强能用。来吧，化作我力量的一部分。沈继白，赵队，他正在被怪物吞噬，不能眼睁睁看着啊！关注心神，盯着画面，别一看目光。这是沈兄弟以身入肚换来的契机。小满，古籍有异变了吗？有，古籍有反应了。大哥哥在用自身做桥梁，古籍中加文明之力正在反向侵入怪物体内。太诡异了，这股气息令人心悸。那究竟是何等怪异的存在？快看他的本体内部，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本体内部，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是文字，密密麻麻，全是古老文字，有古埃及象形纹路、玛雅文明图腾，还有无数从未见过的一神秘符号。那些文字纹路仿佛在悲鸣臣服。所有人都看清楚，这就是你们信奉的天使。他体内封存的是数千个被他吞噬覆灭的古老文明。等他吞噬完我们的文字本源，人类即将丧失文明传承，沦为失去自我意识的茫然生灵。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他根本不是来拯救我们的，是来吞噬整个人类文明的。我们都被骗了！林路明联手怪物蒙蔽了所有人。关掉直播，立刻切断所有信号，拔掉电源，快！林哥，没办法切断，军方已经锁死所有信号频度。您快看弹幕，风向彻底变了。不，别怪我，是怪物逼迫我的。民众觉醒了，万民怒火汇聚，文字的本源之力正在燃烧。赵叔叔，念安姐姐，古籍第306篇的轮廓已经成型，只是轮廓一片空白，需要万民牺牲来填充。我来牵头，都别呆立原地。沈兄弟以自身为饵，为我们争取生机，想守护家园文明的，全都开口共鸣。孩子，沈兄弟在古籍扉页留下了什么话？大声喊出来！大哥哥留下的话是：若你仍坚守为人本心，便昂首而立，随我同颂。要念什么？我们全都跟着念。没错，只管领头，我们一同抗衡这怪物。随我一同诵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风，莫非王臣，莫非王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之下，莫非之滨，莫
这是什么共鸣之力？都给我停下！这绝非普通古籍文字，这支本源力量为何无法拆解？我的本体快要承受不住了！你擅长拆解万物本源，可你逐究不懂人心。你能看透世间定数，却永远不懂何为人之本心。文字本身是沉寂符号，可赋予文字无尽力量的是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与亿万生灵。只要人类脊梁未折，文明未断，这第306篇便永远没有终章。我愿意归还吞噬的所有文明本源。真好啊！我已拆解了这句古语的句式逻辑，但这股力量……停下！句式逻辑，但这股力量……停下！立刻让他们停下！这究竟是什么诡异力量？为什么我无法拆解这句古语？句式逻辑、结构规律全都无从下手。你们凡人究竟在凝聚什么力量？我们在书写人的本心与文明的尊严。白衣青年，你吞噬过无数文明，始终以为文字只是刻于器物、疏于纠驳的冰冷符号，是吗？本就是如此，只要有规则结构，我便能尽数吞噬掌控。大错特错！你能吞噬沉积消亡的文字符号，却永远无法吞噬亿万生灵共同守护、一同谱写的文明活脉。这第306篇从来丝都不是杀伐禁术，那究竟是什么？它正在撕裂我的本源根基。是定义。当一个文明的亿万生灵同一时间为守护家园、坚守本心齐声共鸣，便是向天地宣告自身的存在与不屈。白衣青年，你不是被武力打败，而是被数十万人的意志定义为背离天道、不该存在的异类虚无。小子，做得好，比老夫当年战场以师明志更有气魄。诸位，是历代师官前辈。正是我等305缕流连世间，守护文脉的残魂。顾前辈，白衣青年已经消散了吗？我们守住人类文明了吗？他已然覆灭，覆灭在你与全人类共同谱写第306篇之中。孩子，你完成了我们305代师官都未能做到的事，你为这片空白文脉填上了最厚重的一笔。那就好，那就好。前辈，我的生机已经耗尽，时日无多。不许胡闹！你正值盛年，和我们这些尘封百年的残魂相伴长眠。就让我留在这里，陪着诸位前辈守护文脉吧。可是我的本源之力已经透支，撑不下去了。没有可是，诸位同道，古籍实体虽被异类损毁，但我等残魂底蕴尚在。今日便合力汇聚文脉之力，送这后生重返人间，如何？好，理应如此，守护人间烟火，替我辈多看一看世。如何？好，理应如此，守护人间烟火，替我辈多看一看世间山河繁华。前辈们不可，这般倾力相助，你们会彻底消散的。我等本就到了消散之时，是这本古籍牵绊百年。白儿，替我好好照顾念安姑娘，回去吧，孩子，你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异象散了，怪物的虚影彻底消失，天亮了。是神迹白，是他从高空落下来了！赵队，快救人！所有人都闪开！接住了，沈兄弟，你这身子骨可真够硌人的。神迹白，你醒醒别睡！军医，快过来！立刻携带急救设备，调用救援直升机。是。我一直在。别说话，节省力气，你一定要撑住。你拯救了整个人类文明，联盟会动用顶尖医疗资源治好你，你一定会平安有事。别哭，别哭。我不哭，我不哭。你想说什么，我都听着。我还欠房东王婶3个月房租，一直没来得及结清，帮我替我还上。往后所有房租我都一并承担。神仔，千万别闭上眼睛看着我，好不好？沈继白，你别吓我。沈先生，楚楚仪，快拿来，立刻抢救！充电200焦耳，全员远离。顾队长，对不起，全员远离。顾队长，对不起，无力回天了。他
他体内脏器早已严重衰竭，远超常规医疗救治范围。你胡说！他刚刚还能言语嘱托后世，是守护我们的英雄。赵队，真的已经没有生机了。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把他救回来。大哥哥，你不要离开我们。蚊子的气息在慢慢消散，古迹里的门脉之光正在一点暗淡褪去。不要消散，求求你们别走！大哥哥还没有醒来，你们不能离去。有蚊子亮起来了，文脉之光还在。小满，书页上写了什么？是那位化作黄色霞光的老前辈此记，上面写着“师官之命系于诗中，万民之声可续其魂”。万民之声可续其魂。我明白了，沈继白将自身生机融入文脉诗句，只要我们万众同心诵读，就能以新生换回他的生机。所有人请听我说，他舍身守护人类文明，将生机藏于文脉之中。现在该我们用新生唤醒守护我们的英雄。该怎么做？无需新重现，需众人同心齐诵。看向小满，带领大家诵读，用所有人的心声把他从消散边缘换回来。大哥哥曾说，同道之人，祸福与共，存亡相依。大家随我一同诵读，岂曰无异？岂曰无异？与子同袍，与子同袍。岂曰无异？与子同泽。契约无异，与子同泽；契约无异，与子同上。光芒回来了，文脉之力全都回来了。沈继白，你快看，全天下的人都在为你祈福护法。有心跳了，仪器恢复波动了，这是生命的奇迹，是万民善意造就的神迹。你们太吵闹了。你总算醒了，吓坏我们所有人了。老沈，你头发。风卷着雪，撕裂了穹苍。他站在绝望的中央，鬓角染霜，为盖眼抵挡，以命为引渡一场坦荡。谁同他攀身颠沛。沈继白，开门！别躲屋里偷懒，我知道你在家。来了来了，王婶儿，轻点敲门，门都快被敲坏了。咦，你这小子这3个月去哪儿了？人影都见不着。要不是你突然转了1年房租过来，我还以为你翘班走了呢。出去办了点些时日。办事就你平日里安安静静，还能办什么大事儿？行了，房租按时交就没话说，赶紧吃你的饭吧。天天对着电脑敲字儿，难不成还能写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来？那可未必。真是个怪人。第306篇光。倘若有一天，古老诗词拥有守护文明的力量，你会选择挺身而出吗？师父，古籍上又浮现新的文脉字迹了。来了。